比特币下跌后，我们的机会出现了吗？为什么以太坊走的比较弱势？为什么说现在我们还没到达比特币的牛市顶峰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我之前所开的这2张多单，那经过了回调之后呢，目前我们依然有着大概是10万美金的利润。如果我们扣掉资金费率的话，那当然了，我在币圈已经有蛮多年的，那我做期货交易也很长一段时间了。如果你是新手小白的话，我是非常不建议你做这种较高风险的操作的。那我们在昨天的下跌过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太坊整体来说，它回调的比例跟回调的幅度呢，都是显著的要高于比特币。我认为啊，这个原因就是由于 ETF 的流入。我们昨天以太坊现货 ETF 的流入啊，只剩下250万美金。如果我们跟过去相比较的话，250万美金在以太坊的流入量呢，就几乎是零哦。因为你要知道啊，我们在12月17一天的流入量就有1亿4千万哦。那我们现在只剩下250万，那可说是连零头的零头都不到了。所以以太坊它没有资金流入，我们变得相对弱势就很正常哦。那昨天在鲍威尔有鹰派发言过后呢，美股整体都有回落，所以资金流入较少的标的啊，它所受的冲击也会是比较大的。那比特币在昨天下跌，虽然说有一定的下跌哦，但是比特币的整体盘面呢还算是强势的，因为我们在昨天呢还是有着2亿7500万美金的流入。那这样的流入量呢，绝对会为盘面提供相当不错的支撑。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的仓位，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我们在12月29号所举办的台北万豪的免费讲座，你只要点击表单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平常在公开的场合，在公开的媒体呢，我们从来没有分享过的，那未来也不会分享。但我认为这些内容呢，都是相当有价值的，而且我们提供停车免费，你只要停进饭店的停车场呢，我们就可以帮你免费消磁。我们有提供吃的，还有一些周边，还会抽一些小奖品等等的，非常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报名。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吧。我认为我们从日线上有比较多资讯呢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做一些判断。首先我们在之前有谈到当我们在做突破的时候呢，我们所出现的量能跟强势的程度其实是并不太够的。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这里视为是突破，我们的 K 线的长度呢并没有变长，我们的量能其实也没有增加。那在这个背景下呢，这个突破它很有可能就并没有离开原本的形态其实说到形态呢，很多人都会在图表上面或许画了很多几何图形，比如说三角啦、通道啦、楔形啦等等的。不过这其实不是重点画出形态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辨识出在同一张图表上这个形态要怎么画才是正确的那当我们突破的时候，并没有产生量能那我们很有可能就还在形态之内。所以我认为呢，目前比较正确的形态画法，应该是我们走的是一个通道应该是这样画而不是三角那我们该在什么时候针对图表呢进行调整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也是我们真正要进步的地方而不是画出而不是用几何图形把它画出来，那它就是有效的。辨别它的有效性，什么时候该做转换那哪个有效，哪个没效，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精进的重点我们可以观察呢，目前在通道当中，其实走的整体来说还算是强势的。那我们只是来摸了通道的下缘那很多人呢也会有误会并不是我们在每一段的上涨呢，我们有回调就可以让行情变得更健康是当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如果有非常多的多头加入的话，那盘面整体它就会比较难出现这种巨幅的拉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出现洗盘的话，那对我们后市的盘面呢，确实是比较健康的但如果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呢，我们的多头还有杠杆的力量呢，并不是太显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拉得越远越好越没有回调是越好的。这个时候我们越没有回调
我们往后走的距离呢，跟深度呢，才可以走得更长啊。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最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杠杆介入的迹象，即使我们在历史新高。那我认为呢，我们目前走出回调，它并不是太，就相比于原本的强势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强了。不过我们整体呢，依然是在强势的调整当中的。我认为这点我们并不用到太怕啊，除非我们把这个下边界的形态呢也给跌破了，那我们再来做讨论啊。不过以目前来看呢，我们这个调整呢，它并没有破坏我们原本的多头走势。我们当时在周一的直播呢，我们就有谈到啦，我们在假日的上涨啊，会在102000的位置呢留下缺口啊。我们有专门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小指标，来把缺口给指示出来啊。我们当时上涨呢，这个缺口的底部啊，大概在102000哦。那再来了，我们很多人或许都知道啊，这个 CME 缺口是会回补的啊，不过这也不是重点啊。我们学习的关键呢，跟精进的关键应该是探讨什么缺口它回补的几率高。那回补那就代表什么？我们应该在操作上面该怎么做操作啊？哪些回补的几率呢是比较低的？那回补了又代表什么？我们来观察，我们现在有2个缺口啊。我们当时在周一的直播，我们就有谈到了，大家也可以回去观看啊。我认为我们102000的缺口的回补几率是极大的，但是我们77000到8万的缺口回补几率就很小了。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震荡整理的过程啊，虽说我们是强势的调整啊，不过我们回补缺口的几率呢是极高的。极高，通常只要在震荡啊，回补缺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100%回补啊。那当时我们就有谈到，它回补缺口的几率极高。我们在昨天也是很明确的，我们也顺势回补了缺口啊。我们来看看啊，顺势回补了缺口。那为什么会说我们下方77000到8万的缺口回补的几率是很低的呢？因为我们当时啊，在这个位置77000是对前高的突破啊。如果说我们行情走的是趋势行情哦，那这种缺口呢，它就可以不补啊。那如果我们突破之后呢，我们又回补的话，那就表示我们的突破是个假突破啊。那如果我们去观察我们这一段啊，自从针对74000的突破，一直到目前的上涨的话，其实我们这一段走假突破的几率呢，从数据上看，从技术上看啊，走假突破的几率都很低哦。那一旦我们可以回补77000到8万的缺口啊，我们就会是假突破。那既然我们现在很难是假突破，我认为77000到8万的缺口呢就很难回补啊。下一次我们再回补来77000到8万的缺口呢，很有可能就是熊市啊。那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意义也并不会太大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吧。我们现在比特币的行情啊，虽然说已经来到了$10万的高点啊，不过我认为离我们牛市的顶峰呢，确实还有一段距离哦。我们这边介绍一个在区块链上面的概念，叫做 UTXO， 也就是未使用的交易输出。或许翻译成中文啊，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别扭，有点奇怪啊。未使用的交易输出啊，也就是当比特币呢被打到新的地址啊，那它就会在新地址呢产生未使用的交易输出，而原本旧地址未使用的交易输出呢就会消失啊。你可以很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最近一次的交易，最新的交易啊，它还没有被打出去，最新的一笔交易啊。那我们如果去判断最新一笔交易的年龄啊，每一个地址最新一笔交易的年龄，我们就可以判断啊，短期投资者是不是有疯狂的涌入市场。那我们定义短期的投资者呢，就是你持有比特币，也就是未使用的交易输出，最近的一笔交易呢，是在6个月以内的这些交易者啊，这些短线的投资人啊，短期的持有者，他们持有比特币的时间是在6个月以内的，我们就把它定义为短期的投资人。那当市场当中啊，这些短期的投资人大量的增加的时候，我们牛市的顶部呢，也就会慢慢出现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2017年牛市的顶峰呢，短期投资人啊，他们所提供的资金占比啊，居然来到了90个百分点以上啊。那短期的投资人呢，也在非常短的时间就巨额的增加啊。我们在2021年牛市顶峰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短期持有者疯狂的增加哦，他们的资金呢
也是来到了最高80几%的这个比例啊。那我们现在呢，不过刚刚超过50个百分点而已。我们离顶峰呢，它确实还有一段距离要走。我们很可能不会像上次一样看到有80%的短线资金涌入。不过我认为呢，我们短线资金回到70几以上也是非常有几率发生的。那离现在50呢，肯定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认为我们这轮牛市呢，绝对有发展的空间。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也就是当我们的比例呢到达50%的时候，我们牛市它运行到什么位置？我们如果回看到2021年当我们短期持有者的资金占比呢来到50%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价位大概是在2万。那我们突破2万之后呢，最后我们是涨到了6万还有一个3倍的涨幅。不过我认为我们这轮牛市我们是非常难有再3倍的涨幅了。第一，由于我们每一轮牛市呢都会慢慢递减。第二，我们目前的比特币已经在10万美金了，那相比于过去的2-3万美金，你拉盘所需要的资金量呢又更多了。所以当我们现在呢也到50%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未来还能再有个2倍甚至1点多倍的涨幅呢，其实就已经非常不错了。那我们第一次到达50%的占比的时候，大概在6-7万那我们就取7万好了。如果说我们还能2倍的话，那我们可能也就是14万，或者是14万再多一点或许是14万到16、17万之间，很有可能就会是我们这轮牛市的顶峰。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认为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